以前总听别人说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我一直不理解啥意思。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呀，这硬度确实跟豆腐渣很像啊。你再看这混凝土，稀得像豆浆一样，这能做出好的豆腐渣来吗？这，好家伙，这墙让他气的，这没有10年工龄的老瓦匠砌不出来这种效果呀！8米多高的防盗墙，这边上还能砌出花来，真是厉害呀！拉倒吧，还防盗墙呢？我就你请这瓦工跟小偷是一伙的吧？你看看，我说触目惊心，你真的吓人。你看这，随便摸一下，摸一下就碎掉完了，我都不敢动，太吓人了。你看这，太吓人了。看一下这个梁，谁？这种砖够呛的，这种墙。那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豆腐渣工程啊！这个水泥板吧，没问题吧？当，神奇不？没想到吧？这我也没想到。哎呦我的妈！月份就要预看房了，你们看现在里面还是一个工地，建筑垃圾都是堆在这儿的，基本上我看下来每一块都不是平整的。这个柱子是多少？我按照图纸施工的呀。图纸是多少？图纸是50公分。这有50吗？小何，这样停工，然后呢，把这所有的柱子全部给我拆掉。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你怎么能开玩笑？这有50吗？不是，后主任，你可能是量错了，你再量一下看一下。我再量一下，还不是只有40，是不是？这不刚好50吗？对不对？那小何是有50吗？刚太暗了，太清楚。哦，是有50是吧？对，刚好50嘛，是不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真言。近日，中共国家重点工程北斗高精度重大新基建智慧监测系统被爆出严重的施工质量问题。我们也确认了一下，这个要求的实际上是 C10，还 C10还是 C15的，肯定不是 C30的。这个总投资近3亿元的项目，承担着山体滑坡监测和交通设施安全预警的重要任务。结果在山东蓟北高速沿线却出了大娄子。多处监测设备的底座根本没有按设计图纸施工，设计要求用 C30混凝土整体浇筑，可实际里面塞满了大量的碎石，从外头只草草抹了一层薄薄的水泥砂浆，用手一掰就碎，拿锤子敲直接变成粉末，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豆腐渣。更气人的是，承建方山东高速信息集团的负责人先是承认肯定不是 C30， 部分施工达不到质量要求，但拍胸脯说验收前能整改好。
结果记者回访一看，所谓的整改就是表面抹平一层，敲下去还是松散破碎。问题在沿线到处都是，一边是3亿元国家重点资金砸进去，一边是这种一掰就碎的豆腐渣工程。反复拆改浪费的都是财政的钱，拖延的都是工程质量的窗口期。设计图纸一套标准，实际施工另一套标准，这钱到底被用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更讽刺的是，这种豆腐渣现象在中共国家级重点工程里已经不是个例。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超级央企，包揽了中国抽水蓄能电站90%的勘察设计和78%的建设任务，还承担着雅鲁藏布江下游世界最大水电站的主体施工。可就是这么一家国家队，2025年底也被爆出了大丑闻。福建永安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十四五”重点项目，结果被媒体曝光，从前期招标、勘察设计、土建施工、监理到机电安装，多个核心标段全被中国电建下属企业包揽，成了典型的腐败工程。2026年1月14日，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发通报承认，下水库坝尖边坡支护工程确实存在偷工减料问题，但他们又赶紧大事化小，说大坝主体还没开工，不会影响整体安全，还特意强调施工单位和监管单位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拼命否认这是制度性、系统性问题，明摆着就是想小事化了或者自家央企。另外，最近又一起惨剧让人看得心寒，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粤港大桥还没通车就直接塌了，造价40多亿全打了水漂，这座还没启动的风景线瞬间变成了夺命废墟。吹得天花乱坠的粤港大桥还没通车，直接塌了啊！造价40多亿，全打了水漂。这座还没启动的风景线，直接变成了夺命废墟。5位工人师傅连家门都没摸着，就永远留在了冰冷的河水。回家过年的路居然变成了黄泉路，这哪有公平可言呢？有人嘴硬啊，说是不是狂风大雪的天灾？扯淡啊！转天盐城就风平浪静，合着这桥还挑日了它，专门赶在年根前摆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这根本就不是天灾，是纯纯的人祸。豆腐渣工程实锤，没拿技术当借口啊！现在建桥早就不是手算受力的年代了，电脑软件建模分析精准到毫米啊，技术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就出在人心上，出在那些急功近利、偷工减料、把人命当儿戏的人身上。这桥到底是怎么塌的？其实一点都不高深，就是最基础的施工常识全丢了。刚吊装完拱梁的大桥，就像刚做完骨科手术的病人，骨头接上了，但肌肉韧带还没连好，全靠临时支架硬撑着。这时候本该轻拿轻放，结果施工方为了赶进度，在零下6度的冬天，愣是让术后病人扛着重水泥狂奔。桥面护栏单侧浇筑混凝土，重载直接上桥，偏在瞬间超过设计极限，临时支架被压垮，整座桥连锁坍塌。专家已经实锤，核心就3个问题：临时支撑不到位，单侧偏在施工，低温作业零防护。说白了就是明知危险还硬干，拿工人的命赌工期。而这背后是整个建筑行业的歪风邪气。一是疯狂赶工期，耽误1天罚10万，直接2班倒24小时连轴转，安全检查形同虚设。二是层层转包，中铁12局总包后一层层8批分包，技术和安全管理彻底脱节，出了事就踢皮球，没人担责。三是监理彻底摆烂，涉事监理单位之前就多次被罚，在工地就是吉祥物，该盯的不盯，该验收的不验收，拿着钱混日子。事发后职能部门还相互推诿，最后倒霉的还是最底层的5名工人师傅。他们1年到头苦干，就盼着过年拿钱回家团圆，结果桥塌了，命也没了，家人才真的天塌了。这些工人本是基建的基石，最后却成了急功近利的牺牲品，这哪有公平可言？你以为这是特例？今年6月12日，江苏南通一处高架施工现场也出了大事，一大段桥面突然失稳坠落，
直接砸向下方道路，多辆正在通过的车辆瞬间被砸中，有的车直接被沉重的桥体构件压在底下，现场一片狼藉。当地网友不禁感慨，这才刚刚施工的就发生这种事，中共的基建质量真的越来越让人看不下去。咱们这来没了。山东临沂一大桥塌陷，露出方形大洞，这也太危险了。2026年3月18日13时左右，山东临沂费县朱田镇田石公路大王庄桥出现塌陷，远处的监控刚好记录到危险一幕。只见桥面上一辆重型货车在经过事发地时，桥面突然坍塌。附近商户称，事发时一辆约100吨重的大货车经过，导致桥面损坏。通过其他行人拍摄的画面来看，桥面塌陷处呈现出一个长约数米、宽约3米到4米的方形大洞，塌陷的桥面已沉入水底，桥面距离水面大约2到3米。官方通报，涉事重型半挂车严重超载，车祸总重估计达到100吨甚至更多。正常县乡公路桥梁的设计荷载通常远低于这个级别，一辆严重超载的巨手压上去，瞬间超出结构极限，直接把桥面压出一个方形大洞。但真正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桥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塌了？现场视频和照片显示，塌陷断面几乎看不到钢筋外露，这在正常钢筋混凝土桥面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正常桥梁即使超载损坏，也应该有密集的钢筋网在抵抗拉力，这既暴露了中国公路货运超载顽疾，更暴露了大量基层桥梁建设质量和维护标准的隐患。平时吹基建强国，关键时刻却脆得像豆腐渣。8点半，领导上班。看看这华树大桥，吉林省通化市华树大桥。你看看，看看这桥，这桥面，这钢筋多细呀！你瞅瞅。我有啥用？看看，俺们都过来。这个。来，兄弟们看看，真正的豆腐渣工程，真的给我气坏了。来，当时这个贴砖的时候，找了个装修的老板，给我信誓旦旦保证，说下面这个砖不用砸，他说用这个发泡胶粘到上面的话，因为它这个比较薄嘛，中间的缝隙没有那么多，说是绝对不会烂。结果这才几年。烂了整整10片砖，10片全掉。网友指出，里面的砖全部都是空的，水泥砂浆一层都没粘住，一碰就掉。仔细一看，烂得比较严重的差不多有10片。找专业贴砖师傅来，报价1片要500块，10片就是整整5000块，这等于变相被坑了5000块。在中共国，豆腐渣工程到处都是，根本原因就是包工头为了多赚钱，赚黑心钱，层层转包，偷工减料，导致工程质量根本保证不了。而且设计理念本身就错位，执行标准严重失真，整个过程基本以理论值为主，没经过实际检验，施工中偷工减料，监理验收更是走形式主义，最后根本达不到标准。
更要命的是，中国完全缺乏有效的追责机制。王大卫指出，在欧美国家，建筑出问题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有人要承担责任。可在中国，不出事就万事大吉，出了事就推给百年不遇的天灾，各种推脱根本没有追责的法律框架。此外，大量工程由公家单位发包，里面水分极大，从发包到验收各个环节都存在贪腐，而这些贪腐往往就是以牺牲质量和安全为代价。这样下去，中国大地上已经埋下了无数颗地质炸弹，随时可能伤人害人。无论是楼房、桥梁还是厂房，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